近期百年老校嘉义女中将招收男生，加上校长表示男性更具数理优势，引发新闻热议。若先撇除性别刻板问题，男女合校已然成为教育趋势。著名男校例如高雄中学、台中一中都有部分的女性名额。110学年度全台为单一性别的高中，女校剩18所，男校更只有3所。民调更指出，65%的民众支持高中男女合校。你会想选男校还是合校？合校啊，兄弟待久了还是需要一点香味的。为什么要选同一个性别的？为什么 ？Why？ 合校比较好。你出社会之后，一定都是有男有女的地方，那感觉就是从小就可以无形之中那样培养一个你的社交能力嘛。如果我要选，还是会选混校，可能比较不会有恐男症。但还是有人着迷于男女分校的存在，例如哈哈台的同事们。女校啊，因为没有念过。我会选男校，因为我之前都读男女合校，没读过，不知道在男校会有多快乐。所以是男生越多越快乐，就是兄弟们之间会约打球那种快乐。哦，男校，因为我之前是念男校，所以我觉得念男校的经验不错。什么样的经验？一些经验。你高中是读男女分校还是合校呢？支持男女合校吗？男校、女校应该要保留吗？本次哈哈台来询问路人，哪一种学校才是救急 no 选择？欢迎扫描 QR Code 追踪哈哈台成员们的 IG 账号。同时，如果你喜欢主持人身上的哈哈台衣服、哈哈台周边商品，或是联名商品，又或者是合作伙伴的优惠链接，都能够在里面找到购买。谢谢你的支持。首先，盖瑞在西门町巧遇放火。我是混校，你是混校？对对对，我觉得混校才会有那种校园剧的那种青春浪漫。但没有吗？没有，我觉得分校就要到隔壁校，就会少一个我坐在桌上，然后偷偷看喜欢女生的感觉。混校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回忆是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读混校的时候啊，我偷偷用手机看 VTuber。看来放火的阿公有塞金条给我们做业配。大家都会说读混校很容易，就是因为感情而影响课业。我觉得你长大出社会之后，你也会因为感情影响工作。大人也会遇到的问题，凭什么把这错怪在小孩身上？为什么不先学个经验？如果你都像我一样没有经验的话，你可能出社会之后会被仙人跳。风风火火。有曾经想过要读分校吗？没有，也不考虑，读书的动力就没有了。听到这个同学是分校出来的，你会怎么想他？好，我就3年哦，浪费3年。好了，感谢你们，谢谢。嗨，该不会你是哈哈台的主持名主持人吧？没有这么主持吧？是的，一切就是这么突然。西门町就是如此热闹，但盖瑞也不忘访问的主题。我支持混校啊！虽然我现在生女儿，我就蛮支持。你是说男女校？因为你是会担心是不是？我是觉得男女混校真的很关键。男生女生在这个学生时期学习，其实不是来自学校。也不是来自家长，就是同才。老师说，你不要翘课啦，没有人在乎。可是学姐一个讨厌你了，我马上转去买新球鞋。男女生是互相教育的基石，比老师、比家长都重要很多。对，我非常的支持男女混校。但念男女合校会影响课业，似乎是大众普遍的担忧。班上有异性真会影响学习吗？我觉得多少会耶。我们留下来夜自习的时候，大家基本上都是拼命的互相传纸条这样。我那时候中午的时候去帮忙送资料，大家在午休嘛，然后我就听到楼上有声音。你说拍手的声音吗 ？Yes 。哦，这是秘密哦。你已经讲出来。我觉得要看你那个班上有没有真的很帅的男生。如果真的很帅的男生，你知道会分心啊。你来学校不能素颜，不能太丑，上课你会就是你要一直被影响。但是眼镜男要反驳。那时候我原本功课不好，高一的时候是倒数10名，就我为了就是想要交这女的名，然后高3的时候最后考试是第10名这样。统测，对。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成绩，而他也怀念起高中时的友情故事。我们就约去9份玩，他就骑车，然后他就喜欢压车。我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他说相信我一次，就遇到一个坑洞，我就飞出去，就是我在流血。然后我以为他会载我回家，没有，他把我丢到选完站，我自己回去这样子。自己搭车回去，对。男人的友情啊，浪漫啊。而绿外套的女子本来想要念女校，因为当时觉得就是跟女生相处比较好，然后国小的时候就都没有跟男生接触。为什么国小都没有跟男生接触？因为就是我的班旁边就是体育班，然后体育班就是都很臭。
知难而退。国中男生、国小男生都很喜欢讲那些没有意义的奇怪的话，就是一些黄色的东西。其实相处之后发现，还是有蛮多男生都是挺温和、好相处的，并没有在我印象中那样子那么粗犷。男女混校之后，你觉得你上大学有帮助吗？我觉得有。我以前看男生，就是我会自动退开，就是有男生那样子走过来，我会这样子绕过去，肩膀碰到我就会这样擦擦肩膀。等等，这已经不是不敢互动的等级了吧？而因为味道对于男校畏惧的可不止他。体育课完都蛮臭的，很久没洗澡那种感觉，感觉有女生可以中和一下味道。可是你自己不是也是那个男生之一吗？就是我会控管我的味道，那个味道是可以控管的。就是你上体育课就不要运动啊，不要臭的方法，不要动。不过，许多人支持男女合校，跟能够学习与异性相处有关。那你们觉得男女合校有什么优点？跟异性讲话比较不会害羞一点。大学的同学有些男校出来的，跟女生讲话比较容易脸红或耳朵红。可以学习两性之间的尊重吧，因为你会跟异性有互动啊，然后你会学习怎么样跟女生沟通啊。学校很多活动的时候，我觉得有女生的参与会让这个活动变得比较有趣。我有时候觉得我有点恐男症，跟没有那么熟的男生待在同一个空间，我就会觉得呼吸困难，压力很大的感觉啊，有一点。可是我有男朋友。爱情悖论。所以你以前有思考过这件事情吗？我要学习怎么跟异性相处。有我还上网查过，就是要大方啊，不要扭扭捏捏啊，多笑之类的，就是捧场他。男生讲什么就笑。那个网站的教学真的没有问题吗？虽然男女合校是趋势，但台湾的第一志愿通常还是男女分校。上一代他们觉得谈恋爱会干扰课业，像我爸爸妈妈他们也觉得大学以前不要谈恋爱这样子。你是认同这个观点的吗？我没有认同，就是交了也不会告诉他们啊。所以你其实以前也有偷偷交过吗？有，或许。现在知道了。我自己会觉得这比较像是一个历史因素。像我现在知道雄中、中一中、建中、成功、北一女其实都很老学校会容易成为地区上的第一、第二志愿，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资源。在日治时期或是民国初年，就是男女分校是一个最普遍的情况。原则上只有男生可以上学，那我们另外立一个女校给你们去上课。这位同学不想念男女分校的原因很特别。我有看过别人，就是他们是读女校，然后好像都被掰弯了。你到时候念女校，你可能也会喜欢上女生，是这个吗？我本身就蛮喜欢女生，我是双性恋，可是我怕我之后就是彻底变同性恋了。霸道总攻爱上我。我前男友他是读男校，然后他有些朋友看起来就蛮 gay 的，但是他又是直的。你那时候有在怀疑男友是不是直的？我很想把他掰弯。你希望他去爱上其他男人是不是？如果你当初你去念女校，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很想在女校做的？我喜欢摸别人的奶。你搞得我好乱呐。而高中多念男女合校的他们认为界限很重要。例如你有什么界限，就是你觉得这个绝对不能做？开太重的黄腔，或是太直接的问别人一些私人的问题。你有遇过有朋友对女生讲了什么话，然后你觉得是我自己发生的啊，就是我可能就直接问说你有做过吗这件事情？这也太直接。到了下学期的时候，差点被开到性平委员会。我靠，这个很严重哎。有被报告到学校那边去，这是公认的恶男。我现在很后悔。我有改过自新，我再也没有这样乱讲话了。不熟的时候问这个问题是很没礼貌。我觉得没有。很认真的听，对，认真。好，我感觉他有反省的，对，我对不起那些同学，我那时候做的不对，然后我现在想法更成熟之后，我就觉得说当初这样做是错的。两位女子以前的高中原本是女校，这届是第二届变成男女合校，少子化的关系。那你们当初有想要就是念纯女校吗？我没有，我是也没有，因为女生的。妹妹嘎嘎相处比较多，女生会比较矜持一点。大多女生就是可能从小的教育就会被教成要优雅、端庄，然后这种。访问过程发现，许多人对于男校跟女校有些既定印象。所以你觉得男生比较没心机？男生都比较。打球啊，有男有女会比较好一点。为什么？因为全部都女生，会有点复杂。女生比较心思比较细腻，男生比较好相处的点是他比较容易开玩笑。你有学到什么后宫生存的技巧吗？后宫甄嬛传，睁眼说瞎话。你最有印象的睁眼说瞎话时刻是什么？你觉得不好的，可是你要称赞他。就比如说我很胖，说你很瘦了，这样子。我想我觉得很好看啊。这样子。但也有人不这么想。我觉得就是都是女生，所以才不会耍心机啊。可能你会有一些小圈圈之类的，但是男女合校也会有。
有些男的还是很腹黑啊，就是他们可能还是会在背后讲你怎样不好啊。来，有请女校的代表们来回答吼。大家可能会想说，都是女生，是不是心机很重？我真心觉得还好。你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念女校？你有特别的考量吗？人生只有一次，可以试试看。什么？环境会很单纯。你有后悔念女校吗？不会啊，因为我们学校制服很好看。制服超重要哎！就假如你今天去念一个是很棒的学校，对，然后大家制服对你来说很丑，跟一个制服很好看，可是那个学校风评不太好的，你会选哪一间？这一读就是3年哎，我还是会选好看的。智勇双全，所以你觉得念女校是快乐的？蛮快乐，大家脱衣服都很爽快，就是而且我每次走在走廊都是突然间会被抓屁股的那一种哎，就你也不会想说哎呦，就是哪个变态我干嘛不会，因为全校都女生，随时随地可以说哦我月经来，尿道炎。你在男生面前可能就会很尴尬，不敢说，男生无法体会这种事情，什么经痛干嘛，他就说你不要装了啦之类的。这位景美女中的毕业生对于女校时期念念不忘。老师不会对你有任何女性的偏见，比如说女生抬不动东西，没有谁搬不动东西，因为我国中的时候都是男生在搬。所以你觉得你念女校有意外发现自己其实可以做到很多事情？对，就以前可能会觉得男生数学比较好什么的，但我们其实也有真的数学很好的同学，他就可以来教我。阿姆哥，其实我们学校数学真的好烂。真的超烂，就我们数学都是考完之后，然后大家考30-40分，然后老师就会加10分。等一下，你到底有没有帮女校撕掉这个标签？不知道到底是在夸还是在凑。虽然女校都是女生，但恋爱也是不会少的。可能有很多人是双性恋，我感觉有40%都是。可是女校大家是不会拘束于性别。大家对于女校的既定印象还有香啊香。女校真的比较香吗？超可怕，超恶，真的超恶。就我以前高一的时候，因为高一还是一个国中升上来的猴子，教室后面就是垃圾桶爆出来，很臭，会有果蝇。体育课回来会臭，还是会臭，还是会臭。女校迷思破除，而她其实是毕业多年的嘉义女中学姐。对于母校招收男性，她有话要说。就是觉得你好像措施都没做好，你就说你要招男生进来，就觉得啊，你确定吗？你要确定哎。我们学校厕所女厕已经人满为患了，然后你还要招男生，这样我们基本上都是男厕，会去上男厕厕所啊。不过女校里面出现男生，真的有这么大的影响吗？在课堂上都是男生会主动去做这个活泼的部分，很多女生也是想要表现的，但是很多就是没有办法争取到那个机会。那在女校的话，你就可以尽情的去表现你自己，你就可以看到女生很独立的一面，大家都觉得自己都很厉害，一定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你觉得你念完女校以后对自己更有自信呢？没错，念了6年女校的她也很有感觉，因为我国小的时候就是比较畏畏缩缩一点，那到国中到高中，我就觉得我讲话奔放了很多。为什么多个男生就不能奔放了？有些事情从我的嘴巴跟男生嘴巴讲出来，有一点奇怪，像是可能要讨论那些，例如说一些色情漫画好了，对，怎么样了？我小时候如果从女生口中讲出来，就觉得，她是不是自己会看一些，然后就会听到一些闲言碎语。但是毕业国高中就是腐女就非常多啊，那个比例就上升，就大家就可以公开讨论这些事情，精彩逼人。而我们也目击到一位家女在校妹妹，虽然目前校方招收男生的结果似乎已成定局，但她认为女校有股魔力。我觉得女中是一个最接近乌托邦的地方，就是它能够给你那种外在社会没有办法给你的一个全单一性别的一个环境。像国中，我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是好像班上比较是男生在主导，当然不是说所有人啦，我发现很多班上女生都是不愿意发声，不管是回答问题或者是讲一些自己的麻烦的时候，他们好像都不太会选择要讲，就是属于是比较安静的那一方。所以到高中以后就会发现说，大家都在同一个基础上面，然后去做一些你自己想要做的一个调整，或者是你想要做的一些发展的条件，而没有说被一些社会期待的那个条件所压制这样。家女妹妹对此有过烦恼。我也有问过我的一些男性亲属，他们就会认为说，现在重男轻女这种
比较传统的刻板印象，不是这种普及嘛，就是只是少数人。但是说你干嘛因为那些人去左右你的想法，然后就会不敢做什么，但畏手畏脚的。但是其实这就是一个很难解释的东西，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女生在某些地方的难处。这样，像有一些女生，我的一些国中女生，她好像是念家商吧，也是属于女生偏多。国中就是好像一直属于比较安静，然后不太敢讲话，不太敢反应的这样子。高中以后就是感觉她放飞自我了。既然如此，大家会希望保留女校吗？我觉得应该要保留，就像男生当兵这件事一样，就是在全部同性的一个环境下会有不一样体验。我觉得要女校是真的是女生的很大的舒适圈，我不想要它被破坏。真的要说人生要回去的话，好像还是很想要回去高中。我每次都看那个照片都一直哭。我蛮希望保持，我可以有这3年，我可以去读一个只有我这个性别的人的一个学校，要让这个社会有多元性，而不是说男女合校一定是最好的。而讲到男校，你觉得一个纯男校毕业的人，你觉得大概是个怎么样的人？直男吧，很无聊吧，爱开一些很无聊的玩笑，比较难笑一点。这位彰化高中毕业生觉得男校一点也不难笑。你读过男校之后，就无法忘怀那个男校的快乐。男校就有点像是一个很包容的地方，可以容忍一些比较稍微脱序，但是又没有真正危害到别人的行为。还要分享男校有多快乐。我那时候高中是环保队的副队长。环保队是什么？做回收的团体，就有点像清洁队。没错。就我高3那年，我们在那个环保队回收厂直接做汤阿给。重点是要我在学校里面搞到这些材料。不止如此，环保队还有一些优势。彰中有个很大的活动叫华夜，就是有类似舞会的概念。因为早上是园游会，然后我们要一路工作到晚上大概12点就华夜结束，就处理大家的那些垃圾。对，你们也太辛苦了吧！因为环保队的人有一个特殊的杀必死，就是我们不用花钱就可以免费来看那个舞会表演。请问一下，那个门票多少钱？150，才150而已，我给你。男高中生的快乐往往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但是有个最爽的就是我们华夜禁止饮食，所以很多人都会带一些食物来。然后那食物就会被没收，然后他们也不会来拿。你会得到那些大家被没收的食物吗？对啊。突然有点心疼。男生们也有属于他们的青春回忆。复习吧，画在别人身上，然后这样子。对，这是大家的青春。都是男生，所以那台湾球很热，就可以把衣服脱。就是我上大学很不理解一件事，为什么天气很热，为什么大家不脱衣服呢？之前竹中跟竹女的校庆都是同一天，学校为了防止竹中的同学每次都跑去竹女的校庆，他后来发现，竹中的学校那个园游会怎么都没有人，就隔1个礼拜，就故意跟他们错开。竹中弟弟细数男校的优点，厕所不用一直找来找去，因为都是男厕。我觉得可能对同性恋来说比较有优势嘛，这就是数学问题，就是如果男生的样本数变多的话，那其实 gay 的几率是不是也会变高？所以如果我们把盖瑞丢到建中1年，他是不会找到他自己的另外一半。那盖瑞他是直男他是直男，知难而退了。不过，竹女感觉对同性恋这议题上面比较，就是同学之间比较开放一点。我们班里叠在一起都不会，就真的很保守，我可能比较不敢讲吧。相较于可能对啊，女校，但我觉得也有可能跟那个社会的期待比较有关系。遵照社会规则来走的话，他比较不愿意去表达自己是同性恋的想法，这样。京都贺，我们社群守门员劳伦斯就是新竹高中的毕业学长代表。我现在33岁，先把那个年代讲一下。我在竹中的时候快乐到不行无比快乐。这个竹中弟弟跟你讲的竹中蛮不一样的。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已经越来越明确，或者是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反而就是不太需要去特别的跟全世界大讲说我是男同志啊，这个只是我的特质的其中一个部分，它不是我的全部。我在那前后那几届，我自己感受到的是，我们其实蛮敢展现自己的性别气质的。就像是我们那时候运动会要进场，就是每个班要自己组一个主题之类的，因为我是文组班的，然后有文组班的同学们就会穿着高跟鞋，然后扮成九尾妖狐之类的。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这么 care 彼此的性向到底是什么，你喜欢谁，老实讲不关我的事，我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不去跟你交朋友。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跟班上的异男们其实都处得很好，他们也都大概感觉到就是我跟他们不太一样，他们会开 gay 的玩笑，可是那个开 gay 的玩笑不是用那种恶意的方式，可是那个玩笑不是建立在歧视的那个基准上，但还是会听说，就是可能别班的，因为我们是文组班就会比较
我不知道人文素养比较好一点吧。不好意思，这一集没有要站文理组哈。我们班班导突然跟我们讲一个故事，就是说啊，我上一个班带的那个班级啊，就是有一队班队，然后那个班队的其中一个呢，就是一个180公分的校男篮队长，另外一个呢就是那种竹中竹女文艺奖的常胜军，然后他们两个在一起，然后他们两个就会坐在那个教室的后面手牵手，我就觉得好可爱哦。他有一种腐女的语气跟我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好快乐。腐女的梦想职业，男校的老师。不过，其实男校也不只有男性存在。我是一位跨性别女性。男校是有女厕的吗？男校有女厕，但是我几乎不会在学校上厕所。我们应该没有特别的性别友善厕所，我觉得所有地方都应该要有男厕、女厕跟性别友善厕所。念过3年男校的他，还是遇过一些不友善的对待。也就那样，就是会被叫娘炮啊，然后可以看到穿女装会说恶心啊。等一下，我娘炮这个词现在告你，对我也很惊讶，才18岁、19岁。像坐我右后方的那个老兄是互加盟的成员，他说他当年是有去游行的，班上就有同学说什么啊，女同志一定是那个没有尝过的男人啊，男同志是不是都会去装人工肛门之类的。惊讶到说不出话来，请各位不要再这样了。其实拍摄过程中刚好遇到建中校友会菜单争议事件，起因是该聚会的菜单上有不妥的用词，现场还摆放了女校生的人形立牌，引发网友的讨论。男校的名声会臭掉，就是这群人害的，他们应该道歉，大家也不要再护航了。如果有人说男校生怎么都这样，我觉得男校生你很生气，那你生气的对象应该要是做这件事情的前辈们，而不是去反击说什么not all men 这样，这不是一个有效的论述。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出来，他们会讲那些话是基于某一种班上都大家都是男生，大家可以开这种玩笑。我觉得我不会冒犯到其他人，那我就随便讲讲的这种心情。所以如果有其他人在那边，我觉得他们是会相对收敛的。一样都是把性别分开，一群男生跟一群女生的发展3年过后，为什么会差那么多？当一群男生被聚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种怎么讲推波助澜的氛围，就是你几乎是被逼着要去对女性发表就是说你想要加入那个群体，你想跟他们有共同的话题，当然你可以从很多其他的方式入手，可是其中一个很快很直接的方式就是你跟他们一起去品评某一个这个女星北一女的制服看起来很好看，中山女中的制服可能会透出内衣的颜色，这是一种建立兄弟情谊的非常直接、非常快速的方法。但与之相对的，就是这样子的事情在女性身上可能相对比较少见。他以前在打辩论时，刚好有研究过相关的题目。有一些统计上的数据是去说，在女校的女生免于这个刻板印象的威胁，就是会有人就说啊，你看那个男生这个数理就是比较好，女生这个文组这个文科就是比较好，但是在女校就比较难有这样子的刻板印象的言论出现，相对没有印证这种刻板印象的机会，所以平均而言，女校女生在理科的发展上面会比较好。なるほど。男校生对于性别意识又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我们班就是蛮正常的，我觉得真的很看人，还是跟他的环境背景有关系吧。就其实我就是刚念完男校，然后到大学是有点那种恐女症，因为我怕讲出某些话，然后冒犯到别人，所以我选择不讲。当你365天都处在一个可以讲什么话随便乱讲、做奇怪事都不会有人苛责你的环境下，你要把你自己收紧起来，真的是一个都蛮痛苦的过程。作为男校生，环保队弟弟其实也常被贴上标签。化县的副县长，他在张女演讲的时候说，张中生看到张女生就像去哈巴狗看到了什么肉一样，张中的人就很生气。其实很多人根本就对张女学生不是那个看法，就好像被贴一个恶男标签。对，就男校里面也不一定只有异性恋，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是也算是被冒犯到。在补习班的时候啊，人家就说哦你是张中的，就会被贴上什么猴子啊这种标签。其实你是没有很喜欢被这样讲。没有，我就是一个猴子。那你想怎样？就是我希望他们可以跟我认识之后才发现我是个猴子，不要一开始就觉得我是猴子，好不好？猴子猴姐，你觉得男校的性别意识真的比较薄弱吗？我蛮认同的啊，就因为我自己就实际体验过，班上就蛮多人就会开玩笑，就是说我说你是 gay 哦之类的，有一些可能歧视女性的。我发现就是在男校里面，就是蛮常会就是攻击说我还是台女之类的。你觉得为什么啊？
所以有一部分可能就是因为现在网络太发达了，高中生可能还没经过什么思考，他们就接收了很多那种网络上很多负面的那种言论，他们就觉得这样讲话很帅，因为你发文，然后你呛人家什么台女咖啡，就有人帮你点赞，他们就觉得哇，做这件事我可以得到别人关注。虽然有人说你是错的，但是又有一部分人赞同你。环保队弟弟认为善意的提醒其实很重要。对，而且我高中还发生一件事，我们在扫厕所，然后有人因为就不知道怎样，反正就是上厕所没对准嘛，厕所整个都是屎，然后就有人贴一张纸条在那个马桶上面，就说大便对不准是 gay， 我就觉得很好笑，我要拍下来丢到那个我们环保队的群组，然后我就被我们一个学长骂了，就是他算是就是让我开启那个对。性别的思想，对，说你觉得这样很好笑吗？我就跟他说，哎，我只是贴出来。他说没有，你这样就是助长那个这种言论的那个。哇！我就觉得说，对我确实只是因为好笑所以做这件事，我也是为了博认同跟关注做这件事。然后我觉得哦这样不对，所以我就不再这么做。这样的学长，请给我来一打。男校给我一些很美好、很棒的回忆，但是这种事情。就是希望随着教育的进步，就会越来越好，会变好的。我觉得不用刻意去改变啦，就是顺其自然就好。就是当它不适合的时候，它自然会被时代给淘汰掉。结论：透过与同性相处了3年，去认识自己的群体很好。选择提前熟悉与异性相处的也很不错。不论是男校还是女校，或是男女合校，能够帮你变更好的地方，都是好学校。因为男性、女性从来都不是敌人，性别盲才是敌人。同场加映。我是念宜兰高中的美术班。宜兰高中是不是男校？对。在男校念书的女生是否真的特别有优势呢？就通常那种比较粗糙的一些清洁工，或者是你要搬比较重的时候，通常都是会让男生去处理，就是已经表现出就是有在提重物的感觉，他们男生就会主动说哦，要不要帮你之类的。阿姆哥，我之前就是剪短头发，剪到差不多这么短，然后就有2个也是体育班，然后我完全不认识，然后他们就走在我后面，然后讲超大声，讲说为什么要剪那么短啊？剪那么短很丑哎，关他屁事啊！对，而且他讲超大声，他就是故意讲给我听的。下次要再剪短的时候，就会想说我会不会又在路上，然后莫名的，然后被说这样的话。我觉得容貌焦虑会很严重。你觉得如果你念一般的混校，就比较不会容貌焦虑吗？还是只要有异性的地方就容易容貌焦虑？我觉得如果异性占更多的话，会更容易容貌焦虑。可能你今天素颜来上，他们就会说哦，原来你素颜这么丑。不止如此，之前有跟一个学弟比较好，可是完全就是没有暧昧的那种。某一天我到高3的时候，我就交了男朋友，然后就把我跟我男朋友的合照，还有包括我就里面还有拍到我朋友，然后就发到一个社团。牧场，就是上面是专门就是在发一些奶照呢，就是好恶心哦，停不下去了。她的男友其实也是高中同学。我之前有一次也是烫卷头发，然后就是那时候我还没跟他在一起，那时候有其他异性朋友就说你干嘛要去烫卷，我觉得没有很好看，像阿嬷之类的话。可是他那时候就说不会啊，我觉得蛮好看的。他是唯一一个这样跟我讲的人，我就说哦，就是他了。他那个高下之分啊，就是真的是分出来了，但是他就是长得帅。不过重点还是要好好讲话哦。想要读女校的原因，是因为在学生时期就是受过的一些男同学的性骚扰。那时候是一堂数学课，我就举手跟我说：“老师，我在上厕所。”在我走出教室的时候，坐我斜后方的男生也说：“老师，我也要去上厕所。”我们那间厕所是一半女生一半男生，然后中间有一个隔板，一个超大隔板，然后2个入口这样。当我走进厕所的时候，我的第6感觉得，我觉得我不要上好了，你觉得有视线，然后我就走出去，就看到刚刚走在我后面的那个男生，他在这样低着那底下看，太恶了吧！恶心啊！各位乡亲，咱 Podcast 的完整版，请上各大平台搜寻哈哈日记。太 original。